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两会里头，好像也释放出来对台更加强硬的讯号啊。我们看今天这个新闻标题讲说，难道是要动武了吗？因为大陆的人大报告删掉了和平统一这几个字啊，而且今年的军费也是支出增加了7%。这个报告当中删除了去年有和平统一这样的措辞哦，只有保留这个推进祖国统一事业，而且强调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的活动，还有外部的干涉。所以外媒现在就热议这个大陆政府工作报告的对台3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删掉和平统一，只提统一；第二个是没有交流合作，只谈融合发展；再来就是坚定反独促统，现在改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及外来的干涉哦。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法新社就指出说，其实虽然北京不使用和平统一并不新鲜，但是这个修辞的变化常被视为是对台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一个讯号，值得关注。再加上反对外来干涉，这是一个新的表述哦，也像是一个对美国、日本等国放话的一个讯号。再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德国媒体提到了这个德国之音。他讲说删掉了和平统一啊，他有用这个王沪宁的话来做解读。他说，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王沪宁的工作报告围绕在加强两岸的产业合作，然后助推两岸的融合发展。但是在2024的工作计划当中，只字未提台湾或两岸的内容，这也算是一个讯号，我不再提到你了，你已经不再是我的重点了。那还有就是路透社讲说，中国不再提及台湾的和平统一哦，措辞的变化要密切关注，因为这很可能是对于台湾采取更强硬立场的迹象。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已经取代交流合作了。怎么样的融合会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呢？在3月10号这个两会结束之后，大家讲说恐怕是不是重头戏才要登场啊？那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国防增加了7.2%的预算，李强提到了，他说这个其实是要推进军事斗争的准备哦，因为他们现在要全面的加强练兵备战，统筹推进这个军事斗争，来捍卫国家的主权。甚至呢，在这一次的两会，还有很多媒体跑去问说，这个大陆的海军政委袁华志就说，这个第4艘航母什么时候会见得到？他说很快会公布哦。他说中国建航母不是为了跟美国比，而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跟领土的完整，然后也来保护国家的权益。第4艘航母的出现，也让大家就在直接的联想到说，是不是跟这个前面提到的统一这件事情有关系呢？那网络上面在微博热搜已经冲到了前2名哦，第2名。今日头条的这个热榜也是在第1名，就说第4艘航母很快要公布。那会是叫什么样的名字？在这个微博上头，很多人就开始在揣测啊，会是江苏号、上海号、浙江号、广东号、南海号，还是台湾号呢？就已经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家开始有一些联想，就说这个第4艘航母会不会有可能会是台湾号这一个名称，以及现在这个中美的关系，大家聚焦是谁会接任下一任的中国的外长？中国大陆的外长，现在目前是由王毅来担任哦，但是很多外媒在揣测，会不会是刘建超来采取一个新的魅力攻势呢？因为他是这个毕业于这个牛津大学国际关系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中国官员，现在引发了人们注意啊，他很可能会成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外长。那老派的这个外交官的回归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哦，因为他是1964年出生在吉林，那后来去到了英国牛津大学来学习这个国际关系，最主要就是他以这个幽默的即兴评论而出名哦，但是他也同时捍卫了中国大陆的利益，立场方面也毫不含糊。那人家讲说，可能接下来中国大陆不会再用战狼外交，而是会展开魅力外交，所以刘建超可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人选。那但是会在这次的两会公布吗？又有很多的外媒讲说，好像没有看到相关的议程排定进去有这样子的发布哦。但是如果说他是呼声很高的话，也可以看看他在这个2月底的时候，他有会见美国的一些商会的代表，所以也反映出来中美现在竞争关系哦是格外的重要，所以感觉上面已经先有所动作了嘛。
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一次的对台三变化，外媒都在聚焦。我觉得大陆应该就是说，整个对于台湾的未来的这个应该是忧心比较大。那尤其是主张台独的赖清德当选总统以后那大陆不可能还照以前的方法维系两岸的关系，一定会做改变。那我觉得实质的改变恐怕会比他这几个用语来的更大，幅度更大。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变成就是说，前两天赵春山老师讲说，他认为就是说，硬的会更硬，软的不会更软，也就是软的大概就是这样软了，不会再软下去，硬的可能就更硬。其实这次这个两会中间有关台湾问题的用语，算是已经用得很少了，主要。我觉得大陆不想把这次的会议的焦点失焦。这个会议因为它有很多这些重要的工作要处理，如果把台湾问题提到太高的位阶的话，反而会把这个外界关注，甚至他这个开会的这些很多部分焦点就被转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它的本来的用语就会比较节省精简一点不过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和平统一，或者说就是说反列这个反对外来干涉那反对外来干涉这个是大陆已经在两岸工作上面讲了非常多的有没有建筑文字我觉得并不太重要。不过我觉得最近大陆这个高层对台湾问题，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次，应该就是说两会之前的台湾就是说有关台湾问题的工作报告这个会议，台湾工作会议由王沪宁主持的。他在里面几个用语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他过去是反对台独，他现在用打击台独。那打击台独跟反对跟打击是一个可以说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值得我们关注。那大陆本身的经济的话，就是说在大部分西方的媒体、日本的媒体不断的唱衰的情况之下，大陆还是提出5%的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我认为应该是不是一个太夸张的一个估算，因为 IMF 跟这个 World Bank 对大陆的这个今年的经济成长分别是4.4跟4.5，所以大陆自己评估是差了多出来0.5左右的这个百分比不算是很多。那其实大陆还能够定到5%算是不错，因为国际的这些机构对于今年整年的世界经济评估就是很差，整个世界经济的整个世界经济成长率大概才2.2、2.3左右，这是历年来比较低的一个。而且对于美国、对于欧盟对日本、韩国这几个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也是评得比较低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大陆能够评到自己能够定到5%算是很不简单的了，很不简单了。那可能就还是会达到像 IMF 他们说，中国大陆的经济会带动全球经济成长它发挥30%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好的话，其他很多国家应该要感到高兴，那更不要说台湾了。台湾基本上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关系事实上的话，我们去年的话，照大陆统计，我们从那边赚了1500亿美金如果大陆经济不好的话，台湾也赚不到那么多钱。所以我觉得大陆定这个5%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好，来问舰长。有关于大陆现在还谈不谈那个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部分其实我们是被自己害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说所谓的9·2共识其实就是1国2制。那这件事是民进党的说法，国民党没有承认。对，这是民进党的说法。问题是，民进党已经连续干三任的执政党，他这样子说的结果，也就变成我们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我们未来走不回去了。也就是说，你觉得民进党真的会回头说，我们可以接受9·2共识吗？不能。那如果我们不接受9·2共识的话，我们觉得大陆会跟我们有共同的那个谈话的交集吗？也不会有。好，那我们有那个法广那他讲说中国
中国国防那个军费增了7.2%，那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我一定要拿出证据来。怎么说？去年就是7.2啊，今年也是7.2，到底有增加什么军事准备啊？从去年到今年，到底有增加什么军事准备啊？其实我们要这样看啊，大陆现在针对那个他所谓的要能够保护自己的疆域以及他的领海，他做了非常多的装备啊。那他做了这么多装备，甚至等会我们还会讲到第4艘那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它就是7.2，它的增幅也就是7.2。那另外呢，那讲我们刮别人胡子，我们自己看一看。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好像是这样，我们的那个国防预算是这样，可是呢，自由时报还是偶尔有一点良心啊。他在这下面写什么？他讲说，如果说我们把新式战机采购啊、海空战力以及其他的计划采购通通加起来的话，其实是6068亿元啊，才不是4406亿元啊。这个增幅其实是很可怕的，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没有感受。那个为什么现在教育这么吃紧？为什么现在那个不断的增加一大堆这些医院，然后其实就是增加这些地区医院不断的升级，其实就是要从我们身上挖钱啊。那至于说大陆的第4艘航空母舰呢，事实上势在必行。为什么？我们来看他们的演训啊。习近平在2013年他就讲得很清楚，仗在哪打，兵在哪练。我们来看，他从2022年他的航空母舰一直都在这个东边转啊，然后他一直在这东边转是什么？其实他是有一个威胁轴的，他的威胁轴就是对向关岛，然后他还有一个威胁战区，从上就是冲绳一直到巴士海峡这边，也就是他现在他如果只有3艘航空母舰的话，事实上是不够。而且我们现在看，如果以他的现在的第一个福建舰还没有海试，辽宁舰正在海试，那仅有一个山东舰根本守不住他的第一岛链。所以我们这样子看哦，大陆非做不可。然后至于名字取什么，其实那个并不重要，那而是当他开始迈向我们讲到的核动力的时候，那个真正才是我们在第一岛链其实完全被包围的真正的可怕的地方。好，永平姐。中国大陆的军费增加这个战争准备它完全只针对台湾来的吗？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它跟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擦撞事件这个可能比擦撞事件更严重一点的这个撞船事件那到底未来如果以这个台海跟南海来比，是南海会先有事，还是台海先有事？这个都是问号。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的整个军事备战来说，它有它的一个国家总体的策略啊，也未必是就能够拿这个来证明说，它对于台湾呢已经升高武统的态势啊。对台湾会不会升高武统的态势，其实说穿了呢，还是你台湾方面自己怎么因应跟自己怎么表现嘛。因为它的红线它已经说在那里了嘛。你法理台独是一个红线嘛，你外国势力介入是一个红线嘛，那你这个红线怎么样来界定谁要去踩雷，以及呢你踩雷谁是那个故意制造的那一方，我觉得这是未来在这个紧张情势里面最值得观察的。但是台湾呢整个问题在军事军力各方面部署跟中国大陆呢落差相当大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是那个以卵击石，我们自己去搞人家第一级的人吗？理所当然不应该嘛。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就算民进党
只考虑他自己的政治利益只希望呢他去抹红在野政党，然后维持他在台湾的这个主导性。可是你无论如何呢，不能够让台湾真正陷入这个战争的灾难。那至于中国大陆现在当然并不知道呢，这个所谓魅力外交，他们认为的这个代表是不是一定会成为新的外交部长他叫做刘建超。那只是说，如果是他的话，我认为这个当然代表大陆的一个好消息，因为你希望一个幽默的，希望一个能够即席反应的，希望一个比较能够融入整体西方世界的，总比每天喊打喊杀战狼式的要获得大家的这个认同。那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复杂的政治情势呢，还能为台海保持一线安宁的机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这次的两会其实也看到了习近平谈到了新质生产力他说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只搞一种形式所以他们这一回定调了，也是全面的备战，也就是新旧要同时发展。那科技方面的话，要实现自给自足他说要强化电子运算、量子运算以及 AI 的发展。根据中国大陆的政府公布的一份工作报告当中，现在要制定量子运算在内的一些发展计划，持续来实现，就是不再依靠美国啦，自给自足，这样不要被美国掐着脖子。李强有提到了有7000亿来支持基建、科创开展人工智能 Plus 的行动。那他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就有宣布现在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来支持这些科技创新，还有新型的基础建设。那加快“14-5”规划当中的重大工程项目，还有积极培养一些新兴的产业巩固新能源汽车这些产业，现在目前都是领先的，要巩固他们的这个优势，以及人工智能 Plus 的行动持续的开展。那他们的科技部中国大陆科技部也有提到，去年的授权发明专利有92.1万件，增加了15%之多，所以科技业当然是他们重点发展的一大项目。那对比一下，美国的科技业倒是让大家看到大乱斗的局面昨天很多这个人就是在上脸书或 IG， 就感觉上怎么登入不了原来是发生了全球大宕机因此 Meta 的主管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大家，跑到了 X 平台上面去公告那他们说有察觉到我们的用户在使用服务时候出现状况，我们现在正在着手处理，因此也害得这个 Meta 的股价瞬间暴跌了2%。这样子的一个深夜大宕机马斯克笑翻了，他趁机发文就去酸，你跑来我的 X 发文告诉大家你们正在修你们的平台所以他还贴上了这样的一个图，就几只企鹅，这个 X 是他自己嘛，这代表他自己还戴个墨镜很帅，然后其他就是所有的平台都要向他敬礼就代表说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那是因为我们的伺服器正常运作，非常的酸所以感觉上面这个尖牙股科技，美国的龙头科技产业感觉已经开始在进行大乱斗。网友也做了一些梗图在嘲笑，就是你看看只有 X 才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目前这种状况，其他都是在淹没在水里头这样子的一些梗图。甚至还有网友假扮就是恶搞版的祖克伯，也使用 X 账号到这个留言下方说，那是因为我让这些脸书用户来留言的，然后所以引发了大家一阵这个就是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很有戏很爱斗来斗去，之前还要拳击赛嘛。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连 Google 现在都出现问题竟然有 Google 的工程师公开呛公司的专案，说是在帮忙种族灭绝。我们来听一下。I'm a Google Cloud software engineer, and I refuse to build technology that powers genocide, apartheid, or surveillance. Project Nimbus puts Palestinian community members in danger. I refuse to build technology that's going to be used for cloud apartheid. No cloud for apartheid! No tech for
your apartheid-free Palestine. Google is complicit in Israeli. 对，所以连 Google 都有爆发这样的事情，来自内部的抗议声浪哦，让大家引发了注意。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美国一直不断在这个晶片上面在掐这个中国大陆的脖子哦，那这个超微他们有降规版的 AI， 现在也不允许卖到中国大陆哦。那辉达有望继续这个抢下更多的市占，所以哪怕美国政府的限制，但是其实你看这个两大龙头辉达跟这个超微哦，还是对于大陆市场是这个非常期待的，很想要抢进这样的一个市场，这也反映出来，其实现在美国的混乱就是来自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嘛，川拜大战，结果啊，终于等到了这个人开口了，是谁呢？泰勒斯哦，因为本来好像这个拜登阵营就把泰勒斯当成一个浮木啊，觉得啊，泰勒斯上回啊，因为他有挺这个拜登哦，所以让他成功的赢过了川普。这一次在超级星期二的时候，泰勒斯在 IG 上面发文，就说：“哎，我想提醒你们，把票投给能够代表你来执掌权力的人，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计划的话，请制定你今天的投票计划。”这是他发文在 IG 哦，我们知道 IG 昨天大宕机哦，不知道是不是因此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那美国媒体就报道说啊，这个泰勒斯是拜登今年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哦，甚至之前还有讲说他在社群上面影响力惨输川普，所以这个拜登团队很急啊，希望泰勒斯能够帮忙，因为他在这个时代巡回演唱会啊，希望可不可以哪一场拜登也一起登台，然后这样刷一下存在感，能够吸引到一些泰勒斯的粉丝也支持拜登。那但是川普也反而求支持哦，就是之前川普也有对泰勒斯喊话哦，讲说，这个其实哦是他在他任内批准音乐相关的法案，让泰勒斯赚得盆满钵满哦，所以泰勒斯不可能挺那种狡诈的拜登，美国史上最糟糕、最腐败的总统哦，应该是要这个来支持他，支持川普才对哦，也是在喊话，希望能够拿到泰勒斯的支持。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中美的科技战？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他们就是说，经济发展哈，有一个说法要朝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那也就是朝转型的方向发展。那当然就是说，一些传产就有产生了一些依据啦，认为就是说，可能政府的这个将来的辅助可能就是说对传产会比较不利一点。所以这次我觉得大陆这个习近平特别他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传统产业这个依据他还特别出来讲话。就是说，他说在新质生产力不是放弃传统产业。我想也就是说，就是说来这些消弭一下社会可能对他这个中国大陆政府经济发展策略的转变的一些误解吧。那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当然啦，传统产业它没有放弃，可是它在高科技尤其最尖端的这些科技领域中国大陆是长期大量投入的。那么，所以在未来的可能就是说，世界上几个决战就是说国与国之间或经济之间这个决战的这几个关键的科技领域中国大陆事实上有些是暂时领先的，那么有些跟美国也跟欧洲也是平起平坐的。那比如说在6G 通信的6G 方面，中国大陆现在以占力数来讲的话是站在优先的前面。那么就连5G 还有就是说华为提出来的 5.5G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个站在这个等于说最前列。另外还有就是 AI 的发展，AI 发展它是等于说是下一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工业革命了，新一代工业革命。这你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在 AI 上面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彻底的原因。那尽管是彻底中国大陆的 AI 事实上还是往前面做，尤其它的这个应用的程式，尤其在汽车还有这些互联网这种应用的层面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量子计算量子的这些通讯这一方面那么中国大陆也是走在前面。所以你要比照一下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体制上来看的话，你也会明白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这个高科技能够这样平稳的发展。那美国为什么过去这么强的科技现在慢慢都被追上原因，
你光看拜登跟川普2个人吵架的方式就是了，一个国家的领袖天天在想办法来抹黑他自己的竞争对手进行内部人事斗争占据他的大部分的精力，他有什么精力来治国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如果说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赶这么快，还有你要看中美2国的未来的话，你会压哪一边？你当然是压中国大陆了。好，来请教舰长。昨天晚上无论是 FB 或者是 IG 被强制登出的，绝对不只有你一个，小舰长也是一个，然后不知不觉就被登出了。那登出这件事情，然后可怕在哪里？可怕，我以为我的账密被盗了，我的账密被盗了，不是害死我的亲朋好友嘛？所以我不断的去修改我的那个密码，结果没有一次可以我的修正成功，结果搞半天，的确我也是透过 X。那个我才知道原来是 FB 跟 IG 大宕机不过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了，如果失去讯号，我们还剩下什么？也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这些 social media， 当我们的网络不通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现在出去，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导航，我们可以直接到达那个我们想要去的目的地呢？然后我们的下一代以及我们自己是怎么样被这一些演算法给那个认知作战的，也就是我们是怎么样被操控的，怎么样形成这个同温层的。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要当心的地方。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在我们台湾蓝绿之间的隔阂这么大，为什么在美国那个民主以及共和2党也同样如此？全部都是因为自己在自己的同温层，那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呢，都听不到别人的声音，然后也听不见别人的谏言，然后自己在同温层里面透过这个摩擦效应，然后越讲越热，觉得我们都是对的。当初那个国会山庄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至于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Google 的那个高管，他在那里面讲到说 Nimbus 的这一个语音计划其实有一部分是跟以色列合作的，所以他才会，我们一看如果说不太了解，一看觉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因为就是这样才促成了这个不断的，他们前线的战士觉得这一些巴勒斯坦人其实都是该死的，也就是说就是这样才进行了种族灭绝。所以有的时候把那个 social media 放下，看看真正的书，接触真正的那个人与人的交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永平姐。这个谷歌年轻工程师的气血控诉我觉得让我们真的了解说，当美国跟西方世界不断的在责怪中国大陆搞网管啊、搞言论控制的时候，你看到活生生的例子由于美国跟犹太人金主的密切关系，以及呢跟以色列的密切关系，现在呢对于以色列明晃晃的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进行种族灭绝呢，毫无所知而变成帮凶。我觉得这真的是现在最令整个世界痛心的。而这种时刻，美国还要出来做世界警察，还要出来呢给你指东指西，还要出来指挥你，那当然大家不服啊。那现在美国的那个拜登呢跟川普之战确实非常的激烈。那泰勒斯能够帮拜登一次，他这一次第二次会不会帮忙拜登？我认为还是会。可是呢，拜登的老态实在是无法掩藏，所以就算年轻的泰勒斯帮忙他，就算拜登真的去跟泰勒斯的演唱会合流，我认为拜登阵营现在很可能要用一个包含我们台湾都很熟悉的战术，就是他这次他可不可能找到一个非常年轻，然后在年轻社群里面有吸引力的副手来进行跟他搭配。如果他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说他现在跟川普要对决，那川普本身的煽动力、社群的影响力各方面呢，他就算说他连赢5个民调，那真的有办法赢川普吗？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看昨天的这个金厦协商是正式破局了，马上这个战争的氛围感就来了吗？这个李朝晖他提到了，他说后果由民进党当局负责。果然，马上现在大陆就反制升级，052D 的驱逐舰就现身在金门哦。根据金门当地人拍摄的画面显示，这个大陆派出了4艘海警船巡航金厦海域的时候呢，附近就出现了052D 的飞弹驱逐舰。是不是未来052D可能就会常驻在金门海域这里了？而且呢，现在不止这个大陆方面有动作，美军现在每舰这个芬恩号也穿越了台海，大陆立刻有所回应哦。那这个美国的海军第7舰队宣布说，芬恩号的飞弹驱逐舰从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强调航行的自由。而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就批评说，美方公开炒作该舰航行这个台湾海峡，并且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随时应对一切的威胁挑衅。那美舰这样子高调宣布通过。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军事专家讲，他说其实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岛风跟梁坡上个月其实是跟这个芬恩号一同演习的，但是昨天却没有一起通过台湾海峡。再加上呢，英国的军舰日前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采取的是默通过，原因就在于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不愿意随美方起舞啊，感觉上面好像美方有这样动作，但是日本不跟了。那连日本的这个前官房长官他们有提到，他说呢，其实日本若协防台湾，可能会面临到重大的损失，台湾不应该期待日本协防啊，所以日本已经感受到现在这种这个烟硝味，已经开始在这个设停损点、划清界限了嘛。那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战争氛围拉满之后，两岸感觉有点硬碰硬吗？这个空军第3联队，他们现在开始执行一个跨子夜的飞行训练，包含了花莲5联队、还有台南1联队以及新竹2个联队的基地，他们一起在进行这种跨子夜的飞行训练，就说符合实战化。那冯世宽也提到说，希望飞行员能够平安出去、平安回来。当然，这个解放军这边也有动作。同样的，我们在这个解放军报里头有看到，他们也在进行这种跨昼夜的实战训练。那是不是两岸这样子敌意螺旋不断在升温当中？邱国正，你担心吗？他说我怎么会不担忧嘞？这么多年来担忧的就是这个啊。那这个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他说，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这种海峡中线。那美国就呼吁北京克制不要改变现状，以确保现在目前台海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以及稳定。那金门会不会真的变成了就是可能大陆首先要收回去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微博的博主，他们有提到，像是军武机就讲说，福建当地的报道至少有6艘航道的疏浚工程船舶已经进入到了金门附近的水道作业，要进行疏通厦门港的流武店航段。那我们看看这个大陆教授沈毅，他提到了厦门第3东通道的项目建设这个项目最大的看点就是厦金大桥，感觉自动了实质性事实的统一进程。也就是说，现在大陆很积极的在进行这个厦金大桥，我们称为金厦大桥这样的一个作业是不是也在推进一些他们的一些统一进程呢？所以金门恐怕会成为第一个先被可歌可泣，被民进党可歌可泣，或者是第一个会被中国大陆收回去的地点嘛？现在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出现。那南海的冲突，台湾现在很多军事专家都在呼吁说，你要看看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冲突恐怕我们台湾得要知道，这是有一点杀鸡儆猴的一种意味来看看这个画面。大陆的2个海警船水炮夹攻菲律宾的
这个船只碰撞现场的画面哦。路透社就报道说，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啊，负责南海勤务的单位表示，他们辖下的船只驶往这个仁爱礁的时候呢，他们在进行例行的一些运补作业，遇到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民兵以及中方的海警船，那他们就被拦截。那中方的海警船就向菲方来发射水炮，也打破了这个菲方的补给船的挡风玻璃，至少有4名人员因此轻伤。小马可是就赶紧的就对外讲说，哦，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的非法行动咄咄逼人，主权权利以及管辖权被忽视了，所以将会予以反击。因此呢，现在中菲看起来在南海这边升温哦，美国的航母现在也是因为这样子通过台湾海峡，也算是一种表态吗？可是整体来说，好像我们已经感觉到台海、金厦，甚至是南海，整体来说全面性的烟硝味都在提升当中。这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永平姐怎么看？现在我们后果真的来了吗？首先啊，这个金门渔船碰撞事件呢，演变到今天，我相信全国人民哦，可能内心都有一个大惑不解哦，觉得说奇怪了，本来不管说他的这个执法是不是过当，还是他是一个意外，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本来从一个这个撞击事件呢演变到今天的整个好像全面性的紧张情势，这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啊。因为过去呢，大陆也有旅行团到台湾来，因为什么交通事故啊，或甚至有那个游览车的驾驶发生什么状况呢？人死亡事件，两岸交流这么频繁并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可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非常的奇怪第一个呢，重要的掌管国安的人通通都不吭声，然后呢就出来让管碧玲一个海巡方面并没有专业的海洋委员会的主委拼命在那边演很大然后演戏演着演着呢就歪楼了没事呢就去摸男记者的脸说我的血是热的还冷的要不然就去跟高金素梅吵架说你那个专案报告名词不对要不然就是说去跟高金特别挑衅拿原住民的这个升迁就说他去惹了很多跟本案无关的事情，可是实质上呢却寸尺不让呢，就让这个谈判10几次寸尺未进，完全破裂。好，那破裂之后，大家在想，那你民进党到底要什么？管碧玲演很大，到底为什么？那为的就是民进党呢，从蔡英文开始到现在看起来，赖清德不但承袭这个主张，而且更强化，就是台湾事务、两岸事务，它要国际化。那两岸事务国际化，就是说，尽管金门的事情有可能只是我们的海巡在操作的时候不慎所造成的一个执法的失误，可是呢，他却要把它扩大到变成是说两岸的一个争端，而且希望美国介入。那结果美国有没有被他弄进来介入呢？有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芬恩号航母通过。这个芬恩舰通过不就是一个证明了吗？就第一个他把这个事情升高，民进党好像看到说对，的确对我有好处，然后美国也来，然后第3就是今天菲律宾的这个事件，菲律宾的这个擦撞事件呢，我认为帮了赖清德。好，为何会帮赖清德呢？因为很简单，赖清德本来为了520呢，美国想要控管这个地方呢，他不要同时的在俄乌还有以哈，然后又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各地出事情，所以他可能会施压给赖清德，希望他更退让台独党纲要冻结或者是如何。可是赖清德呢，他可能很强硬，他觉得他不愿意软化那么多。可是呢，发生了菲律宾这个事情，美国就很难在美国跟菲律宾是有那个军事同盟的他很难在发生菲律宾的事情呢，反而对台湾赖清德施压，然后逼他让步过多。
但是这件事情呢，虽然我是这样子的分析跟评估，可是我认为菲律宾的这个事件呢，会造成短多长空。我指的是对民进党还有对台海形势会造成短多长空的恶果。为何？因为很简单。菲律宾呢跟美国有军事同盟，所以呢，他的现在小马可是总统可以那么硬气说我们要反击。是啊，那你看看他会不会反击？以及他反击了，美国跟他有军事同盟，美国会不会来救？美国有没有准备现在跟中国大陆因为南海的议题呢第三方开战？你就看，那如果他跟美国有军事同盟，台湾是没有的哦，结果美国都没有去救，那台湾我们凭什么有底气？那金门的这个问题，你凭什么认为美国除了让你航母通过台湾海峡以外，你凭什么认为美国真的会帮我们怎么样的忙？而金门离厦门那么近，现在的中国大陆他已经主动的把那个禁制线他通通都不承认了，那到时候整天他的舰在那边巡洋，那台湾的这个海巡或者海军敢跟这个中国大陆碰撞，敢自己去挑事吗？那这件事情敢测试没有军事同盟美国的底线吗？那我们大家就看看赖清德未来要如何应付这个紧张情势。好，来问季老师。这次这个金门撞船事件啊，事实上没有那么复杂的，对，那也不应该闹那么大。可是现在整个我们现在稍微就是说冷静下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出来，真的就是民进党政府刻意把这个事情搞大了，越搞越大。然后看到这个两边的仇恨值都加高啊，他也很高兴，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他想要的。那这就民进党的这个历史来看，他是不会，从来不会他是有攻击性的，而且他会主动的制造事情的。对，他的成长到现在都还一直是，所以他常常是当家闹事，人家当家不闹事，当家闹事，然后攻击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这件事给民进党一个机会，他在充分的利用，然后把这个两岸的紧张情势给它拉高，然后呢，把他这个两岸的人民之间的对立感跟仇恨值再把它升高。我想，升高冲突可能并不是目的，我想就是升高两岸的这个对立跟两岸民众之间的仇恨感然后呢，让中国大陆对台湾做一种不见得是毁灭性或决定性，可是很多更改现状，是对台湾进一步这个进取性的作为我觉得这是民进党所要达到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状况啦。那可以说到现在他达到这个目的了，达到这个目的了。那不过就是说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民进党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只能说一个，就是对民进党很有利，对赖清德有利。刚刚这个永平也讲得很清楚这个跟赖清德他520可能那一关他可能不愿意跟照美国的意思像阿扁一样就4不1没有就说出来了那可是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一个比较紧张的两岸情势，这样让美方的压力可能会疏解一点。那所以目前这个状况，我觉得就基本上是为了民进党的利益制造出来一个两岸的一个冲突，一个僵局。因为在前天的这个管碧玲的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听证会里面他的作为很清楚的发出了3个讯息。这3个讯息就是中国大陆要的4个东西。中国大陆你说他也很清楚，一开始他要4个东西。第一个，事实真相，对，查明真相。第二个严惩相关关系人，有关的关系人。第3个，向死者家属道歉。第4个，对死者家属做适当的回应那第一个的话，你要事实真相调查，他一开始就把你所有的证据通通给你湮灭光了，还有什么事实真相？最后就靠一张嘴来讲所以他可以变来3次，一次是自己翻，第2次是怎么样？是擦撞，第3次呢又说没有擦撞。你不觉得管碧玲这一次他的报告里面就讲说，就是不能用撞这个字，对不对？你可以说接触，你可以说如何，就是不能撞。所以这个事实就变成搞成随便的捏。可是
就是不告诉你真相，而且中间在变。所以第一个没有真相，那最后你要真相什么？等我们的这个司法调查结束，司法审判，那什么时候啊？对不起，好几年以后了，可能的话好几年以后，所以没有事实。第二个，周美武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海巡署的同仁完全依法行政，没有任何疏失，那你惩处谁？惩处没有犯疏失的人嘛，对不对？没有真相，没有惩处。第三个，既然没有惩处的对象，没有人犯错，那干嘛要道歉？对，现在民进党的这个风向就是说，那三无船呢，对不对？他搞不好是来怎么样？他来碰瓷的难道还要给钱？连说要给300到400万的这个行情价你看民进党都已经不给，这是什么？这就是说不谈判了，你就回家吧。然后呢，最后怎么样？看着办，那就是制造冲突。然后呢，等大陆来出手，那大陆这样也不可能打得太重，只要出手的话，民进党就已经赚到了。好，我们来问一下县长。我们现在大家都把焦点放在金门，可是呢，事实上，中国海警它真的只有针对金门吗？其实没有，马祖事实上它也有中国海警船在附近，那个进入我们所谓的限制海域跟禁制海域那甚至我们来看也就是前几天发生了有关于说大陆海警船2303跟23042303跟2304是3450吨的海警船，那我们派什么船呢？我们派了南投舰，我们的南投舰是多大呢？是500吨500吨的船去监控3450吨，大概就是人家的零头而已那你说，如果中国海警真的要切近24海里的话，其实你是挡不住的。所以现在这个态势就是几乎已经回不去了。怎么叫回不去呢？在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之后，我们的海峡中线就被没收了。这一次金厦海域事件，我们的禁制海域跟限制海域这一件，大家原来就是还存在的一点点默契，也即将不见了。那我们讲来讲去呢，我们到底有多少这些船呢？我们如果就看这个，我曾经拿出来这个图我们就讲说这个3000吨以上的这一些船加一加，一共46艘。那这个是中国海警那如果说我们把我们台湾500吨以上的这样子加一加，一共也才27艘而已可是我们的27艘要在整个台湾周边海域还有金门马祖，你觉得来得及吗？来不及。就跟我们在裴洛西离开台湾之后所谓的环台军演，海军军舰根本不够，后来是海巡署出动了3000吨、4000吨级的海巡舰来协助海军。那现在海面上有所谓的战备警巡，然后现在又有中国海警船，那是不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的海巡署两边同时拉警报？我们的船根本就不够。你说赶快做做了也要有人干也没人干。所以把两岸的情势搞成这个样子，根本就是没有回头路，其实是全体国民的一种损失。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